你绝对不可能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虽然我只是一名户外用品店的店长，但我却凭借着敏锐的直觉察觉到了危机，凭着我的生存装备和技巧，带着我的妹妹，一路上躲避着怪物和人类掠夺者，向着传说中的末日方舟前进。路途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接下来就开始我的故事。我叫陈默，是这家户外用品店的老板。这家店是全市最大最全的，从登山绳到压缩饼干，什么都有。我的人生信条很简单，有钱不赚是傻蛋。但最近的生意透着一股邪门，积压了3年的罐头防辐射服，甚至连手摇发电机都卖断了货。来的客人也都很奇怪，就像眼前这个男人。这些我全要了，多少钱？他把一堆东西扔在柜台上，我按着计算器，一共3280，我给你4000，现在就帮我打包，要快，先生钱货两清，我没道理多收您钱。少废话，让你收着就收着，快点！我没再多说，收了钱，快速将东西装进几个大包里。男人拎起包，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店门，消失在人群中。我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心里那点不对劲的感觉越来越重。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的第10个大方顾客，他们买的东西千奇百怪，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保质期长，能在极端环境下使用。囤货不像，更像是在逃难。我看着窗外依旧车水马龙的城市，手机推送了一条新闻，天文台宣布今晚将有100年一遇的超大流星雨，听起来像是个浪漫的夜晚，和店里这股诡异的气氛格格不入。我打开电脑，想看看关于这场流星雨的更多信息。新闻网站的头条五花八门，有专家解读流星雨的形成，有商人趁机推出的星空帐篷套餐，还有情侣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关心计划，一片祥和，甚至带着点节日的喜庆。似乎只有我店里的这些怪人在为一场看不见的灾难做准备。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我妹妹陈雪打来的。哥，今晚的流星雨你看了吗？超级壮观，快下班了吧？带点炸鸡和啤酒，我们去江边一起看啊。他还在上大学，对这种天文奇观总是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里那份不安越发浓重。我本能的想答应，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怎么了哥？你那边怎么那么吵？我这才注意到店门又被推开，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冲了进来，看年纪像个大学生。老板，你这里有没有卫星电话？店里来客人了，我先挂了，等下打给你。卫星电话，这可不是普通人会用到的东西，价格昂贵，而且需要专门的渠道才能买到。我店里确实有，但那是给专业的探险队备的货，价格顶得上一辆不错的汽车。有是有，不过价格钱不是问题，多少钱都行，我只要现货，现在就能用的。他的反应和之前的顾客如出一辙，甚至更加狂热。我把他领到里间的仓库，从保险柜里拿出了那个银色的手提箱，最新款的一星电话，全球通30万，来不及了。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流星雨只是幌子，真正的大家伙在后面，通讯会全部中断。他们是谁？什么大家伙？一个论坛，上面有个预言家，他提前1个月就说中了所有事，包括今天的流星雨。还有，我的手机收到了到账提醒，30万分文不差。年轻人一把抢过手提箱，转身就往外跑，像是在躲避什么东西。喂，你的发票和说明书。他却像没听见一样，瞬间消失在夜色里。我站在原地，后背渗出一层冷汗。之前客人的反常，我还可以用杞人忧天来解释，但卫星电话还有那个年轻人口中的预言，让所有事情都串联了起来。这不是杞人忧天，这是在为一场确凿无疑的灾难做准备。我立刻锁上了店门，挂上了暂停营业的牌子，然后我快步走到仓库的最深处，拉开一排货架，里面是我真正的仓库，也是我的私人避难所。这里存放的还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求生装备。我拿出自己的内部卫星电话，拨通了陈雪的号码。小雪，听我说，别去看什么流星雨，现在立刻马上到我店里来，不要问为什么，带上你的身份证件，越快越好。哥，你开玩笑的吧？什么情况啊？搞得跟世界末日一样。我没时间解释，按我说的做，立刻马上。好吧好吧，我这就过去。真是的，我的炸鸡。我没等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我必须争分夺秒。我转身回到那个秘密仓库，里面的空间远比外面看起来要大，几乎和我店铺的营业面积相当。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底。墙壁上挂着不同口径的复合弩和战术背包，货架上分门别类的摆放着真空包装的军用口粮、医用级别的急救箱、大容量的便携式储能电源，还有几套轻便的防弹衣。这些东西任何一件拿出去都价值不菲，而且根本没有合法的购买渠道。我取下2个最大的战术背包，开始有条不紊地往里面装东西。先是食物和水，足够我们2个人消耗1个月的高能量食品和数十支便携净水器，然后是药品，从抗生素到止血绷带，我装满了一个医疗包。接着是工具，多功能工兵铲、高强度攀爬绳破门器，还有一套能应付大多数电子锁的解码装置。最后我从一个上锁的箱子里取出了1把手弩和2把锋利的尼泊尔军刀，把它们分别固定在背包的外侧。做完这一切，我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我正准备给自己也收拾一个随身的小包，头顶的灯光突然闪烁了一下，紧接着整个城市似乎都暗了一瞬。我心里一紧，快步走到店铺前门，从百叶窗的缝隙向外望去，天空已经不是正常的墨蓝色，无数道大小不一的火线划破夜空，带着一种诡异的绿色光芒。它们坠落的速度远比正常的流星要慢，拖着长长的尾焰，仿佛整个天空都在燃烧。这不是流星雨，这是坠落。街上的行人也都停下了脚步，纷纷拿出手机对准天空拍摄。店门被猛地推开，陈雪闯了进来，她脸色发白。哥，你看到了吗？天上，我看到了。我拉下卷帘门，店里瞬间陷入一片昏暗，只剩下仓库里透出的应急灯光。你到底在搞什么？神神秘秘的，还让我过来？你的手机还有信号吗？奇怪，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没电了？他话音刚落，窗外一道无法形容的强光瞬间吞没了整个世界。走这边，我拉着陈雪避开主路，钻进了一条更窄的居民区小路。这里稍微安静一些，但气氛更加压抑。高层住宅楼一片漆黑，像一座座冰冷的墓碑。忽然，前面拐角处传来一阵争吵和女人的哭喊。我立刻停下脚步，把陈雪拉到一辆废弃的汽车后面。把吃的交出来！求求你们，这是给我孩子准备的，
少废话！我从车后探出头，3个男人围着一对母子，女人怀里紧紧抱着一个购物袋，那个小男孩吓得直哭。3个男人手里都拿着钢管或者棒球棍，显然不是善类。陈雪也看到了这一幕，她抓紧了我的胳膊，身体在发抖。我按住她的手，对她摇了摇头。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我们绕到了路的另一边，准备悄悄溜过去。有人那边有人！那个女人突然尖叫，她指向了我们。那3个男人的目光瞬间投了过来。当他们看到我们背后那2个鼓鼓囊囊的专业背包时，脸上露出了贪婪。站住！为首的光头男人拎着钢管朝我们走了过来，他身后的2个同伙也散开，隐隐形成了包围的态势。我把陈雪护在身后，右手握住了腰间的刀柄。哥们儿，背包里的东西不少啊！光头男人掂了掂手里的钢管，见者有份，拿出来大家交个朋友。我的手握着刀柄，拇指轻轻顶开卡扣。如果我说不能，那我就打断你的腿，自己来拿。在他挥动武器的瞬间，我侧身向前跨了一步，恰好躲开了钢管的阻击。同时，我握着刀的右手闪电翻合，光头男人发出一声惨叫，手中的钢管掉在地上。另外2个同伙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我顺势向前，迎向了那个拿着棒球棍的人。他反应过来，怪叫着举起棍子向我冲过来，但我比他更快。他闷哼一声，软软的倒了下去，彻底失去了意识。那个最瘦小的男人看到2个同伴瞬间被我放倒，吓得怪叫一声，转身就想跑，但他没有跑向巷子口，而是冲向了我身后的陈雪。小雪，我想转身去救，但已经来不及了。陈雪吓得脸色惨白，下意识的后退，却被身后的墙壁挡住。绝望中，他看到了自己一直紧紧抱在怀里。他举起了那把已经上弦的弓，闭着眼将箭射出去。凄厉的惨叫声响起，那个瘦小男人跪倒在地，一支绯色的箭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大腿。陈雪看着自己的双手哭了出来，弓掉在了地上。别哭了，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哭声和惨叫声会引来更多的人。我拉着陈雪在迷宫般的想象里穿行，我们躲进一个垃圾回收站的阴影，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叫骂声，应该是被之前的动静吸引过来的批判。我捂住陈雪的嘴，直到那些声音远去。现在不是温情安慰的时候，必须让他尽快认清现实。陈雪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陌生和恐惧。我从他手中拿过那把掉在地上的弓，重新上弦，又塞回他怀里。拿好它，这是你的护身符。我们继续前进，沿途的店铺几乎都被砸开了，火光在不同的地方亮起。为了争夺一瓶水或是一包饼干，人们用手边一切能找到的东西作为武器，互相攻击。我们尽量贴着建筑物的阴影前进，避开所有有人聚集的地方。一阵奇怪的高频嗡鸣声从天际传来，很轻微却让人牙酸。那声音像一根无形的针，试图钻进人的大脑。终于，我们看到了那栋熟悉的公寓楼，这是我精心挑选的避难所，高层安保系统完善，唯一的消防通道隐蔽且坚固。我带着他绕到楼体后侧，这里有一个堆放杂物的半露天平台，角落是一扇不起眼的消防通道铁门。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插进铁门旁边一个毫不起眼的机械锁里，这是我为应对停电特意加装的备用锁。我们迅速闪身进去，立刻把门从里面反锁。楼道里一片漆黑，充满了铁锈和灰尘的味道，外界的喧嚣被厚重的墙壁隔绝。突如其来的安静反而更让人心慌。我打开战术手电，跟紧我，别出声。我的公寓在17楼，电梯已经停运，我们只能走楼梯。就在我们刚踏上2楼平台时，楼上传来一个声音，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从楼上慢慢的爬下来。我关掉手电筒，一把将陈雪拽到身后，同时用手捂住了她的嘴。一股混合着臭氧和腐肉的怪异气味顺着楼道从上方弥漫下来，那爬行声不像是指甲摩擦，更像是某种坚硬的角质物或金属划过墙面。我右手紧紧握着军刀，准备随时爆气。一个扭曲的轮廓出现在上一层楼梯的拐角处，被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绿光映照出来。他的身形瘦长的超乎常理，四肢以反关节角度不自然的弯曲着，没有走楼梯，而是用4根末端带利爪的肢体交替攀附在2侧墙壁上，缓慢而稳定的向下移动。每一次移动，利爪都会在墙上刮出刺耳声响，留下深深划痕。我甚至能听到他关节摩擦的细微咔嗒声。他从我们头顶不到2米的地方爬了过去，我不敢动，甚至不敢呼吸。陈雪在我怀里已经停止了颤动，直到她的身影彻底消失在1楼黑暗中，我才缓缓松开手。她双腿一软，瘫坐在地，大口喘着粗气，却没发出任何声音，只是用惊恐到极点的眼神看着我。快走！我拉起她，重新打开手电筒。终于，我们气喘吁吁的停在17楼的防火门前。我用同样的钥匙打开机械锁，推开厚重的门。我的公寓就在走廊尽头。我用最后一把钥匙打开防盗门，将陈雪推进去后迅速反锁。陈雪靠着门板滑坐在地，抱着双膝失声痛哭。我没管她，径直穿过客厅，走到落地窗旁，启动墙上的手动开关。厚重的钢制防爆卷帘缓缓升起一条缝隙，街道上那些我以为是抢劫者的黑影，有一些正以同样诡异的姿势攀爬着附近楼房的外墙，而远方天际，更多的绿色火线正在坠落，那是一个个减速的纺锤形的空投舱。这不是天灾，是一次有预谋的投放。整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需要重新评估。我从柜子里拿出纯净水和干净毛巾递给陈雪，看着她走进浴室后，快步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没有水，城市供水系统已瘫痪，这在我预料之中。我打开橱柜下方的暗门，里面是嗡嗡作响的低功率水泵，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储水罐，这是我半年前偷偷安装的2次供水系统，足够2人用几个月。我又检查了食物储备，整整一面墙的货架上摆满了真空包装的米面罐头和高能量压缩干粮，足够我们生活3年以上。阳台被改造成小型无土栽培温室，虽然照明系统停了，但种子和营养液都还在，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堡垒。几分钟后，陈雪从浴室出来，脸色依旧苍白，眼神却恢复了一丝清明。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不知道会是这样，我解释道。大约1年前，我偶然进了一个小众网络论坛，里面的人自称星火，他们分析各种非公开的天文数据和网络信息，得出结论：我们的世界将面临一次筛选。大多数人把它当成角色扮演游戏，但其中一些数据和我通过自己渠道了解到的情况吻合，所以我开始准备。我以为是超级火山最坏是战争，我把店里卖不出去的东西挂高价，没想到真有星火的成员找上门，他们也在做准备。所以你花了所有积蓄，就为了一个网络论坛的猜测？是，我赌了一把。现在看来，
我赌对了。虽然开局比我想象的糟得多，一声凄厉的尖叫从隔壁传来，穿透厚重墙壁，紧接着是重物撞击墙壁的闷响，玻璃破碎的声音，然后一切归于平静。不是平静，一个微弱而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利爪刮过地面的声音。我和陈雪对视一眼，眼中满是惊骇。那个怪物进了公寓楼，就在一墙之隔的地方，我们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几乎停滞。墙壁另一侧的声音愈发清晰，女人的尖叫只持续了2秒，随后是东西被撕开的声响，紧接着是令人头皮发麻的咀嚼声。陈雪用双手死死捂住嘴，身体不受控制的痉挛。我拉住她，用眼神制止她发出任何声音。大约3分钟后，那可怕的咀嚼声停了下来，利爪刮擦地面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没有犹豫，放开陈雪，快步走到客厅角落的一个书架前。我推开一排伪装成精装书的挡板，后面露出一个内嵌在墙里的金属控制面板和一块小小的显示屏。这是我公寓安防系统的核心，一套完全独立于公共网络的闭路监控系统。我快速按下几个按钮，调出了17楼走廊的监控画面。黑白的夜视画面里，1702的房门虚掩着，一道暗色的液体从门缝下缓缓渗出。突然，那扇门被从里面顶开了一些，一个瘦长的漆黑的肢体先伸了出来，爪尖在门框上刮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响。我们之前在楼道里见过的那个怪物从门缝里挤了出来，这次我看得更清楚了。它的身体结构完全是反人类的，关节扭曲，像一只巨大的畸形的蜘蛛。它没有明显的头部，身体的中央部分似乎是一团不断蠕动的阴影。它停在1702门口，似乎在感知着什么，朝着我们1701的门口缓慢地爬了过来。我的心脏顿时加快。陈雪也看到了屏幕上的景象，她发出一声压抑的抽泣声。怪物爬到了我们的门口，它停了下来，在黑白的监控画面中，它那没有五官的头部微微歪了一下，仿佛在倾听门内的动静。时间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1秒、2秒、10秒。它的一根前肢缓缓抬起，锋利的爪尖几乎触碰到我们的门板，但它最终没有落下。它似乎失去了兴趣，收回了前肢，转身用那种无声而诡异的爬行姿态，朝着走廊另一头的消防通道爬去，直到它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屏幕的角落。我才感觉到自己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我关掉了显示器。哥，我转过身，看着他惨白的脸，我们必须重新制定计划，这里可能守不住。我看着陈雪煞白的脸，心里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构筑一个坚不可摧的乌龟壳，然后躲在里面，等待外界的混乱结束。但如果混乱永远不会结束，静止不动就等于死。哥，我们怎么办？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他还会回来的，对不对？他现在不攻击我们，也许是因为隔壁有更容易得手的猎物，但等他饿了，或者这栋楼里只剩下我们的时候，这扇门挡不住他，那我们能去哪？外面都是那种怪物。星火，我说出了那个名字。在论坛的加密区里，他们提到过一个最终庇护的计划，代号末日方舟，那才是真正的堡垒。我不再犹豫，快步走进书房。我掀开桌上一块房产，露出改造过的笔记本电脑。我快速开机，打开了一个特殊的加密软件，这是最终预案的加密数据包，是几个月前星火论坛的一个核心成员发给我的离线文件。他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这里面有我们最后的希望。数据包解压后，只有几份文件，一份是详细的生存手册，涵盖了各种极端环境下的知识；另一份是一张被标记的地图，地图的中心是一个用红色五角星标注出来的地点，旁边写着坐标。我迅速将坐标输入到离线的电子地图软件中，进行定位，地点不在市区，它位于城市西南方向70公里外的一处废弃矿区深处。资料显示，那里曾经是一个冷战时期建造的地下人防部，极为内部结构复杂，易守难攻。星火的核心成员们在过去几年已经秘密地将其改造，并储备了大量物资。我们去这里。我指着那个红点，他凑过来看了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迷茫。可是这要怎么过去？70公里，我们要穿过整个城市。电子地图上一条红色的导航线，从我们的公寓出发，蜿蜒着穿过无数街区，延伸向那个遥远的红点。在平时，这只是一段不到2小时的车程，但在现在，这条红色的线分割开了一个个被怪物占据的猎场。这70公里比横跨整个大陆还要遥远和危险，我们需要立刻行动。我从墙角的储物柜里拖出一个军绿色的登山包，扔给还坐在地上的陈雪。去厨房货架第2层左边，把所有的能量棒和肉干都装进去，再拿10瓶水，然后去浴室把那个红色的急救包拿上。快！陈雪被我这突如其来的指令惊得一愣，但她看到我冰冷的眼神，还是立刻擦干眼泪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去执行。让她有事可做，是防止她崩溃的最好方法。我打开另一个隐蔽的壁柜，里面挂着我的远行装备，一件战术背心，上面已经挂好了弹药袋、多功能工具钳和几个备用弹匣。虽然现在里面装的是手弩的箭矢，我把军刀固定在背心左侧，又拿出一部小巧的军用级别的夜视仪，然后我从柜子最底拖出一个沉重的工具箱，打开它，里面不是工具，而是一把被拆解开的蹦动式霰弹枪和2盒12号路弹。我迅速而熟练地将它组装起来。我们要开车吗？陈雪抱着装的满满的背包走过来，她看到了我手里的枪，脸色又白了几分。地下车库负2层巨区角落有一辆我半年前买的2手切诺基，我把它改装过，加固了底盘和防撞梁，换了防爆轮胎，油箱是满的，另外还有4个备用油桶。可是开车声音太大了，会把怪物引过来的，走路更慢。我们暴露在野外的时间越长，死的可能性就越大。你拿着这个，至少能应付一些情况。记住，别犹豫。我们2个人都准备好了。我背上装着武器和电子设备的背包，陈雪则背着食物和水。我们站在门口，这扇几10分钟前给予我们无限安全感的防盗门，此刻像是一道通往地狱的闸门。就在我准备伸手开锁的时候，一声巨响从楼上传来，整个天花板都震动了一下，灰尘簌簌落下，像是某种沉重的东西砸穿了楼板。紧接着是更多楼层传来的此起彼伏的惊叫和撞击声。这栋楼里不止我们和隔壁那个怪物。没时间了，我低吼一声，不再迟疑。我转动钥匙，打开了第1道锁，然后是第2道、第3道。
厚重的防盗门缓缓开启，门外是深沉的未知的黑暗。我将门推开一道缝隙，用手电筒的光柱快速扫过，走廊里空无一物。我压低身体，将霰弹枪的枪口朝前，第一个侧身挤出门。陈雪紧跟在我身后，我们贴着墙壁，用最快的速度，一步一步挪向另一头的消防通道。我走在前面，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避免发出任何不必要的声音。我们刚下到16楼的平台，头顶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撕拉声，那声音不是一个，听起来至少有2个。他们的速度比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要快得多。没有时间思考，趴下！我冲身后的陈雪大吼，同时扣动了扳机，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怪物。被几十颗钢珠组成的弹幕正面击中，他的上半身仿佛一个装满黑色液体的气球，瞬间炸成了一团腥臭的血雾。我的耳朵嗡嗡作响，几乎什么都听不见。枪声打破了我们和怪物之间脆弱的平衡。整栋楼里所有的捕食者现在都知道了我们的位置。楼下那个被撞飞的怪物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肢体以一种不自然的姿态扭曲着，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我没有给他机会，对着他身体的中央部分再次扣动扳机，又一声巨响，他抽搐了几下，彻底不动了。与此同时，楼上更多的撕拉声由远及近飞速逼近。我拉着陈雪，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向楼下狂奔，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能停。我们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一口气冲到了1楼大厅。大厅的玻璃门碎了一地，原本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到处是拖拽的血痕和散落的杂物。值班的保安躺在接待台后面，身体已经不完整了。我停下脚步，大口喘着粗气。陈雪扶着墙不停的干呕。街上的景象通过破碎的门口映入眼帘。一辆汽车翻倒在路边，熊熊大火伴随着滚滚黑烟。更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上，能看到巨大的黑影在攀爬。城市的防空警报声、爆炸声和人类的惨叫声混合在一起。去地下车库，我指了指大厅另一侧，通往地下停车场的安全通道。我们开始向下移动，通往负一层的防火门没有关，一缕微弱的应急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我示意陈雪停下，自己慢慢探出头。负一层车库的应急照明系统还在工作，但光线昏暗，几辆车被砸得面目全非，车窗碎裂，车身上布满巨大的爪痕。这里也有怪物来过，甚至可能还在这里。我缩回头，对陈雪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又指了指下方。我们的车在负2层，我不敢开手电，只能借助微弱的应急灯光，在车辆的阴影中穿行。咔嚓咔嚓，顺着声音望去，2排车之间的过道上，一个模糊的轮廓蹲在一辆车顶上，正用前肢慢条斯理地撕开车顶铁皮。我和陈雪缩在阴影里一动不敢动。那怪物把整个车顶撕开后，将上半身探进车里，似乎在寻找什么。我指了指右侧的一排车，又指了指远处的楼梯间，做了个前行的手势。陈雪用力点头。我深吸一口气，弯下腰，将身体压到最低，迈出第一步。我们利用一辆辆汽车作为掩护，在巨大的阴影中缓慢移动。就在即将穿过最后一条过道时，陈雪的脚下碰到一个空易拉罐，在水泥地上滚出半米远，发出哐啷一声轻响，声音不大，在寂静的车库里却异常刺耳。远处咔嚓的撕裂声停了，我不再隐藏，拉起陈雪的手，向着20米外的楼梯间疯狂冲刺。身后怪物发出一声尖叫，从车顶上一跃而下，沉重的身体砸在地上，发出闷响。他追上来了，20米、10米、5米，楼梯间的防火门就在眼前。我用尽全身力气将陈雪向前推去，他踉跄地撞开了门，扑了进去。我紧随其后，转身，就在那怪物扑到门前的瞬间，猛地将厚重的防火门关上。撞击声一下接一下疯狂破声，门板出现一个个凸起的变形，但这扇门暂时为我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沿着楼梯冲进负2层，和负1层不同，这里一片漆黑，没有任何应急灯光。我立刻打开手电，剧区最角落停着一辆毫不起眼的黑色老款切诺基，车身有些灰尘，但4个轮胎饱满，车窗完好无损。就是这个。我冲到驾驶座旁，滴滴一声轻响，车灯闪了2下，我们拉开车门，迅速钻进去，立刻锁上车门。我挂上倒档，猛踩油门，改装过的越野车发生冲上光，然而眼前的一切让刚刚逃出升天的我们再次坠入冰窟。燃烧的汽车，倒塌的建筑，四处游荡的怪物，还有远处天空中缓缓盘旋的更大阴影。70公里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我们正前方，一辆双层巴士侧翻在地，熊熊大火彻底毒死了去路。几只怪物正在撕扯一具残骸。看到我们的车灯，齐齐停下动作看了过来。更远处，一个巨大的人影从高楼侧面掠过，外形像一只没有皮肤的巨大蝙蝠。我猛地向右打死方向盘，车子发出刺耳的轮胎摩擦声，冲上了人行道。身后那几只进食的怪物嘶叫着追了过来。我没有走大路，而是选了一条狭窄的单向巷道。车子在狭窄空间里横冲直撞，后视镜被墙壁刮掉也毫不在意。突然车顶猛地向下一沉，一个怪物跳到了车上，爪子猛烈砸击着头顶的铁皮和前挡风玻璃。防弹玻璃上出现一道道蛛网状的白色裂痕。我猛地一脚刹车，同时向左击打方向盘，车子右侧狠狠地擦向巷子前。趴在车顶的怪物半边身体被挤压在车身和粗糙墙壁之间，发出尖锐惨叫。我没有停下，保持着这个姿势继续向前冲了10几米，再向右猛打方向盘，车身脱离墙壁。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他摔在地上，肢体扭曲却还在挣扎，而巷口更多的黑影涌动。我们没有时间检查损伤，我重新踩下油门，冲出巷道。我们进入了一条稍微宽阔些的商业街，街道两旁的店铺橱窗大多已经破碎。我们能看到远处和侧面的建筑阴影里有无数黑影朝着我们声音的源头汇聚而来。仪表盘上好几个故障灯疯狂地闪烁着，但我顾不上这些，只要轮子还能转，我就要让它继续跑下去。屏幕上的地图线路发出幽绿色的光，然而希望的前方往往是更深的绝望。在我们和立交桥的入口之间，一辆油罐车侧翻在那里，占据了至少4个车道，车身上印着危险品的巨大红色铁条，一个巨大的破口正有液体鼓鼓的流淌。更糟糕的是，3只铁皮比我们之前
都要跑大医院的怪物正趴在油罐车的罐体上，用他们镰刀般的钳制一下下的刮擦着嘴唇，乐此不疲。我们面前是一个死局，强行冲过去，车轮摩擦或者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把我打死。上天，在这里开枪，风险同样巨大。下车，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汽车步行过去，陈雪用力点了点头。我拿起霰弹枪和那个装着备用弹药的背包，陈雪也背上了她的生存背包。我压低身体，沿着车辆的阴影快速移动，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脚下和远处的怪物身上，成功抵达那堆废墟的阴影下后，我立刻转身寻找陈雪的身影。在绿色的视野里，她跟在我身后不远处，正蜷缩着身体躲在一辆侧翻的轿车后面。我向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继续前进。她看到了，然后开始移动。她比我更加谨慎，几乎是爬行的前进，每移动一小段距离就会停下来观察几秒。就在她即将到达我所在的位置时，她的手肘不小心碰到了一根悬空的半截插在水泥块里的钢管，钢管晃动了一下，带动着上面的几块碎石滚落下来，发出一连串哗啦的轻响。声音不大，但在怪物的噪音间隙中却显得格外突兀。油罐车那边，那刺耳的刮擦声瞬间停了，3只怪物几乎同时停止了动作。它们缓缓地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同步率，将没有五官的脸转向了我们声音发出的方向。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我和匍匐在地的陈雪都僵住了，连呼吸都停了下来。我将手按在了霰弹枪的握把上，肌肉紧绷到了极点。我们离油罐车太近了，一旦开火，后果不堪设想。那3只怪物在原地静立了足有10秒钟，像是在用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感知着周围的环境。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几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就在我以为我们已经被发现，准备做最坏的打算时，其中一只怪物似乎失去了兴趣，它低下来，再次开始用前肢刮擦身下的罐体，另外2只也随之转了回去。刺耳的噪音重新响起，我们逃过一劫。我长长的无声的吐出一口气，向陈雪做了个快过来的手势。她立刻手脚并用的爬了过来，躲进了我所在的掩体里。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脸色在叶世仪的反射光下显得毫无血色。我没有安慰她，只是拍了拍她的后背，然后将目光投向前方。从我们这里到立交桥的入口还有大约200米的距离，这段路更加开阔，掩体也更少。但更让我心头发沉的是，通过叶世仪的放大功能，我清楚地看到，在立交桥的入口坡道上趴着2个黑影。他们比油罐车上的那3只体型要小一些，但他们守在那里一动不动，像2尊通往天堂或地狱的门神。我将背包递给陈雪，示意她先备好，然后我深吸一口气，将霰弹枪的保险打开，挂在胸前。我没有立刻打开夜视仪，启动它会有轻微的声响，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多余的声音都可能致命。我轻轻的一点一点的按下车门把手，小心翼翼的控制着，不让锁扣发出清脆的解锁声。车门被我拉开，一道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缝隙，冷冽的混合着汽油和血腥味的空气立刻灌了进来。我对着陈雪做了一个我先上的手势，然后像一条蛇一样将身体从那道缝隙里滑了出去。双脚落地的瞬间，我立刻蹲下，将自己完全藏在车身的阴影里。我没有立刻关门，而是等陈雪用同样的方式悄无声息的出来后，才轻轻的将车门合上，没有让它完全锁死，只是让它靠住门框，避免发出那声响亮的咔嗒声。我们蹲在冰冷的车身阴影下，像2尊雕像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前方。那3只趴在油罐车上的巨大罐子还在专注于他们的游戏，用前肢刮擦金属罐体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这刺耳的噪音此刻反而成了我们最好的掩护。我从背包里取出夜视仪，戴在头上，然后按下了开关，视野瞬间被一片绿色的充满噪点的世界所取代。黑暗消失了，周围的一切都以一种诡异而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那3只怪物在夜视仪中是模糊的热源团，动作缓慢而有规律。流淌在地上的汽油在绿色的世界里像是一条黑色的河流，静静地流向低洼处。我扫视了一圈我们计划要穿行的右侧人行道，那里堆满了破碎的混凝土块、扭曲的钢筋和各种商业垃圾。但通过夜视仪我能看到，在这些杂乱的废墟之间确实存在着可以供人匍匐穿行的缝隙和通道。我拍了拍陈雪的肩膀，指了指自己头上的夜视仪，然后指向前方那堆最高的像小山一样的建筑废墟。我的意思是，我们在那里汇合。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用力点了点头，握紧了手里的弩。我没有和他一起行动，2个人一起移动，目标太大，也更容易发出声响。我压低身体，重心下沉，沿着车辆的阴影，向着那堆废墟快速而无声的移动。我的每一步都落在碎玻璃和瓦砾的间隙里，脚下的军靴从未如此轻巧。这短短的30米距离，我感觉像走了1个世纪，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脚下和远处的怪物身上。他们还在刮擦着油灯，似乎没有注意到阴影里的2个小虫子。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我向陈雪做了个快过来的手势，她立刻手脚并用的爬了过来，躲进了我所在的掩体里。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脸上毫无血色。我拍了拍她的后背，将目光投向前方。从我们这里到立交桥的入口还有大约200米的距离，这段路更加开阔，掩体也更少。但让我心头发沉的是，通过夜视仪的放大功能，我清楚地看到，在立交桥的入口坡道上趴着2个黑影，他们比油罐车上的那3只体型要小一些，却守在那里一动不动。便利店的残骸弥漫着灰烬和烧焦塑料的刺鼻气。我和陈雪趴在一节断裂的地毯后，胸口剧烈起伏，贪婪地呼吸着污浊的空气。那辆可怜的切诺基还在不远处静止地冥想着喇嘛，在持续不断的噪音引导下，
5只怪物，包括油罐车上的3只和条口的女仆，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我们的搜索，逼近了那辆孤零零的汽车。我们快走吧！陈雪压低声音，语气急促。等等，必须在冲击波到达之前，尽可能的远离这里，爬上坡道，然后找掩护趴下。陈雪用力咬着嘴唇，然后重重的点头。她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犹豫，只剩下绝境中的决然。我再次架起霰弹枪，这一次的依托是便利店破碎的窗框。通过夜视仪，我能清晰的看到那辆巨大的油罐车，以及它旁边如同恶魔般撕扯的汽车的怪物。喇叭声依旧尖锐，为我们提供了完美的掩护。我将准心对准了油罐车后轮那片闪着金属光泽的区域，那里距离地面的汽油最近。我的手指搭在扳机上，这一次心跳反而平静了下来。成功我们就能活下去，失败我们就会被撕成碎片。准备！我低吼一声，我不再等待，深吸一口气，然后枪响了。几乎在枪响的同一时刻，我和陈雪像被弹射出去一样，冲出了便利店的残骸，向着斜对面的立交桥入口狂奔。我没有回头，也来不及回头，然后一抹微弱的火光亮起，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一点火星在油罐车底下闪起，紧接着一整片地面瞬间被幽蓝色的火焰覆盖，火焰像有生命一般，以恐怖的速度沿着那条汽油的向着油罐车的方向狂射而去。那5只怪物停止了对汽车的破坏，茫然地看着脚下燃起的蓝色火焰。我们已经冲上了立交桥的坡道，脚下是倾斜的水泥路面。趴下！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吼。就在我们向前扑倒的瞬间，一个巨大的火球猛然膨胀开，吞噬了那辆油罐车。那5只怪物刺眼的白光让我的夜视一瞬间过载，眼前一片白茫茫，紧接着排山倒海般的热浪和冲击波从身后袭来，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将我们狠狠地拍在地面上，向前推出了好几米。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仿佛要撕裂整个天空，我的耳朵里瞬间只剩下剧烈的风雨，无数的碎片和残骸被抛上高空，噼里啪啦地砸在我们周围。整个立交桥都在这恐怖的威力下剧烈颤抖，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持续不断的嗡鸣。爆炸的冲击波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我死死地按在粗糙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我能感觉到背后的热浪，像是有一颗小太阳在身后升起，炙烤着我的作战服和皮肤。无数大大小小的碎片砸在我背上，头盔上发出沉闷的砰砰声。整个立交桥都在剧烈摇晃，仿佛下一秒就要分崩离析。我的夜视仪在强光照射下已经完全失效，视野里是一片毫无意义的惨白。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几秒，也许是半个世纪，那股将我压制在地的力量终于消失了。我费力地抬起头，剧烈的耳鸣让我感觉整个颅腔都在震动。我一把扯掉已经报废的夜视仪，扔在地上，一波波热浪袭来，让空气都发生了扭曲。陈雪，我从震耳欲聋的轰鸣中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嘶哑地喊着。我扭过头，在摇曳的火光中寻找他的身影，他就趴在我旁边不远处，身体蜷缩着一动不动。我的心猛地一沉，也顾不上身上的疼，手脚并用地爬了过去。陈雪，醒醒！我抓住他的肩膀，用力地摇晃。他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先是茫然，然后慢慢聚焦在我的脸上，最后被我身后那片冲天的火光所吸引。他看着那片燃烧的地狱，嘴唇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能走吗？有没有受伤？我快速地检查着他的四肢，万幸，除了被冲击波掀起的擦伤和撞伤，他似乎没有被弹片击中。他摇了摇头，然后在我搀扶下，挣扎着从地上坐了起来。我的耳朵。他摸着自己的耳朵，表情痛苦。我知道我们都暂时性失聪了，现在能听到对方说话全靠谱，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道：“这座桥可能撑不住了，而且这火光会把全城的怪物都吸引。”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神里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意志。我们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我的霰弹枪还在身上，陈雪也找回了她的命。我们背上背包，顾不上检查损失，转过身将那片恐怖的火海抛在身后。立交桥的路面上布满了爆炸带来的裂纹和碎石，我们脚下的桥体还在微微震颤。我不敢想象那辆满载的油罐车在桥墩附近爆炸，对这座桥的结构造成了多大的损害。我们没有跑，也不敢跑，只能加快脚步，一脚深一脚浅地向着桥的深处走去。巨大的火光从我们身后透过，将我们的影子在前方拉得很长很长，仿佛2个跋涉在末日荒原上的孤独女。爆炸的轰鸣声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大火燃烧的噼啪声。我们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每在这座桥上多待1秒，危险就增加1分。我们必须在它可能发生的任何结构性，或者在被火光吸引新一批怪物到达之前，走到桥的另一头。我们跋涉在死寂的立交桥上，身后是燃烧的城市，脚下是摇摇欲坠的钢铁巨兽。剧烈的耳鸣尚未完全消退，每一次心跳都像是在敲打着脆弱的骨膜。我和陈雪互相搀扶，将大部分重量压在对方身上，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汲取到一丝前行的力量。我们的影子在身后火光的映照下，随着我们的步伐在桥面上晃动，拉长又缩短。除了我们沉重的喘息和脚下碎石发出的沙沙声，世界一片死寂。我们不知道桥的另一头是什么，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前。不知走了多久，桥体的震颤终于平息了，我们的听力也开始慢慢恢复，周围细微的风声和远处火焰的燃烧声重新变得清晰。就在这时，在前方的黑暗中，一束刺眼的白光突然亮起，像一把利剑划破夜空，直直地射向我们。我和陈雪立刻停下脚步，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我们下意识地蹲下身，躲在桥边的水泥护栏后面。那是一道探照灯的光束，光束在我们刚才站立的位置扫过，然后开始缓慢的、有规律的来回移动，搜索着桥面。紧接着，一个被扩音器放大了无数倍、中气十足的声音穿透黑暗。桥上的人听着，立刻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走到桥中央来。重复，立刻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走到桥中央来。我们只给你们30秒的时间。是人的声音，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狂喜和酸楚涌上心头。
我们不是孤军奋战吗？我没有丝毫犹豫，将一直挂在胸前的霰弹枪解下，轻轻地放在地上，然后站起身，高高的举起了双手。陈雪也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她把十字弩放在地上，同样站起来举起了手。我们是幸存者，我们没有敌意。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朝着探照灯的方向大喊。探照灯的光束立刻锁定了我们，刺眼的白光让我们几乎睁不开眼。当我们走到桥的尽头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彻底呆住了。巨大的水泥路障和交叉的铁丝网封锁了整个出口，几辆军用卡车和装甲车组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车顶上架设的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我们。数十名全副武装、穿着统一制式军装的士兵正严阵以待，在他们的身后灯火通明。那是一片由临时建筑和帐篷组成的巨大营地，里面人影绰绰，充满了秩序和生机。这里是一个幸存者基地。2名士兵小心翼翼地上前，收走了我们留在原地的武器，然后用仪器对我们进行了快速扫描。确认我们没有被感染后，他们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一名肩上扛着军衔的军官走了过来，他看着我们满身的污垢和疲惫，眼神里没有怀疑，只有一种复杂的同情。欢迎回家。他用简短有力的话语说道。听到这4个字，我和陈雪紧绷了不知多久的神经，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断裂。我们的腿一软，几乎同时瘫倒在地。1周后，我和陈雪换上了干净的衣物，在临时医疗中心接受了全面的检查和治疗。耳鸣已经消失，身上的擦伤也结了痂。我们终于从那场噩梦般的逃亡中缓了过来。我们所在的是军方建立的星火1号临时安全区，这里收容了数以万计的幸存者。凭借着军队的强大火力和严格的管理，在这片末世废墟之上建立起了一片脆弱但坚实的秩序。那天那位军官找到了我，他递给我一份文件，是我的个人档案。显然他们通过某种方式已经查清了我的身份。户外用品店老板，熟悉各种生存物资和装备的储备与调配。军官的目光锐利而充满期许。现在安全区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后勤部需要一个顾问，负责对我们搜集到的物资进行分类评估和有效分配，这关系到几万人的生存。你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我看着他，又看了看窗外。营地里人们虽然面带疲惫，但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有人在加固防御工事，有人在分配食物，有人在照顾伤员，还有老师在临时的帐篷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我的目光最后落在了不远处，正在帮着护士整理药品的陈雪身上。她感受到了我的注视，抬起头对我露出了一个劫后余生的灿烂的微笑。我忽然明白了自己那家小店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它在灾难来临之前，为无数像我们一样的人提供了求生的火种。我收回目光，郑重地向军官点了点头，接过了那份任命。我愿意。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金色的阳光洒满了整个营地。我们身后的城市依旧是一片废墟，如同燃尽的热情。但在这里，在这片由无数普通人共同守护的土地上，新的火种已经被点燃，并且正在汇聚成燎原的希望之光。生存之战或许已经告一段落，但重建文明的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1个星期后，星火1号安全区的后勤仓库里，这些保质期超过3年的全部挑出来，归为应急储备，剩下的按生产日期先后顺序排列，优先消耗日期靠前的。我现在的身份是安全区的后勤部特别顾问。那位军官没有食言，在确认我的身份和能力后，立刻给了我这个任务。我的工作就是用过去10年积累的经验，让这个数万人的幸存者聚集地能够更长久的运转下去。陈雪在医疗区做了1名助理护士，她似乎想用忙碌的工作来忘记那段可怕的经历。每次我去看她，她都在认真地帮伤员换药、分发药品，脸上带着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敬意。我们似乎都找到了新的位置，在这片废墟之上重新建立起了脆弱的日常，但这日常随时可能被打破。这天傍晚，军官找到了我，他把我带到指挥部的一间独立会议室，神情凝重。我们有麻烦了。他开门见山，在桌上铺开一张地图。安全区的胰岛素和血液凝固剂即将耗尽，这2种药品无法生产，一旦断供，营地里至少有上百名慢性病患者和重伤员，撑不过1个月。我的目光落在他手指的位置，是中心医院，那里是全市最大的医疗中心，也是怪物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之一。你想组织一次突袭？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军官点头。我们需要一支精干的小队，以最快的速度拿到东西，然后撤离。但是我们对城区的现状了解太少，尤其是那些怪物盘踞的规律。他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沉默。我需要你的帮助，你需要作为行动顾问，跟我们一起去。你的经验对这次任务至关重要。会议室的门被推开，陈雪端着2杯水走了进来。她显然听到了我们的对话，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把水杯重重地放在桌上，看着我，眼睛里全是祈求。哥不能去，我们好不容易才活下来，你为什么还要回去那个鬼地方？我看着他，又看了一眼地图上的医院，沉默了。沉默，这不是命令，是请求。军官的声音很沉重。你可以拒绝。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安全区灯火，孩子们在空地上追逐打闹的笑声隐约传来。1个星期前，这种景象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奢望。我转过身，看着陈雪，又看着军官，我们已经不是只为自己活下去了。我去。黎明时分，2辆经过重度改装的步兵战车，引擎低吼，悄无声息地划出了安全区的大门。我坐在李振旁边，身上穿着同样的制式军装，手里紧握着一把自动步枪。我们再次进入了这座死亡之城。和我们逃出来时相比，城市显得更加死寂，街道上怪物的踪影变少，但空气中那股危险的气息却更加浓郁。我们看到了许多巨大的深陷在沥青路面里的脚印，还有一些高楼的墙体上留下了仿佛被巨型工程锤砸开的恐怖破洞。这里的生态似乎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发生了新的演变。2个小时后，我们有惊无险地抵达了市中心医院。这里像一座巨大的白色坟，静静地矗立在废墟之中。我们没有走正门，而是根据医院的结构图，从侧面一个隐蔽的后勤通道进入。
医院内部比外面更令人不安，应急灯早已熄灭，到处都是干涸的黑色血迹和被拖拽的痕迹。我们在一间药剂科的冷库里找到了目标，幸运的是，这里的备用电源和隔热层还在起作用，大部分药品都完好无损。就在我们打包药品准备撤离的时候，一名负责警戒的士兵有了新发现，在冷库的内侧有一道伪装成墙壁的秘密电梯，这里是医院的病毒研究中心，最高保密等级，结构图上没有标注。军官看着那扇门，眉头紧锁。我们决定下去看看，也许有更多我们需要的医疗物资，电梯还能用。我们下降了约50米，来到一个完全由金属构建、充满未来感的空间。这里灯火空气清新，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独立的、拥有自己能力和维生系统的地下实验室。实验室的中央，一块巨大的屏幕上正循环播放着一段录像，一个穿着白大褂、气质儒雅的男人正对着镜头平静地叙述着。当地球时间进入倒计时，我代表凤凰理事会记录下这最后的独白。人类作为一种病毒，已经将我们的母星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任何改良都失去了意义，唯有格式化才能迎来新生。我们将其称之为大筛选计划。电磁脉冲只是序曲，它将摧毁人类文明脆弱的电子神经。随后我们投放了清理者，他们是完美的生物兵器，高效无情，会将地表文明的痕迹彻底抹去。男人身后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那些怪物的全息影像，旁边标注着详细的基因序列和参数。当清理完成，我们将从遍布全球的地下方舟中走出，在干净的土地上重建一个理性、有序的完美地心世界。至于那些被筛选掉的，请安息吧，你们的牺牲是必要的正途。录像到这里循环结束，指挥车里所有人都像被抽走的灵魂，死死地盯着屏幕。没有外星人，没有天灾，这场末日是人为的，是一场针对全人类的蓄谋已久的大屠杀。突然，整个实验室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我们触发了这里的安保系统，我们暴露了。军官第一个反应过来，他一把拔掉电脑主机，怒吼道：“带着药品和资料，我们撤！”我们的撤退之路变成了一场疯狂的逃亡。这一次追击我们的怪物截然不同，他们行动更有组织思维，甚至懂得利用地形进行攻击，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指挥。一路激战，我们损失了一辆战车，所有幸存者都挤在剩下这辆伤痕累累的铁罐里，朝着安全区的方向在我心。当前指挥部里死一般的寂静。李振将那份从地下实验室带回来的资料放在桌上。当那段独白视频播放完毕后，安全区的最高指挥官，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将军，缓缓地站起身，一拳砸在了桌子上。这不是筛选，这是战争。我从背包里拿出了那份一直贴身收藏的末日方舟的地图和坐标。曾经我以为那是最后的希望，现在才知道那是一个个敌人的巢穴。老将军接过地图，目光如炬。我们的敌人不是那些没有神智的怪物，而是躲在地下自诩为神的人。几天后，整个安全区的气氛都变了，绝望和迷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压抑到极致的愤怒和坚韧的决心。这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幸存者，而变成了一座战争堡垒。我站在指挥部的沙盘前，我的身份不再是后勤顾问，我成了作战参谋部的一员，利用我对城市的了解，规划着每一次侦察、反击和资源搜集的路线。我们不再是被动防御，我们在为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类内战做准备。傍晚，我走上防御墙，想透一口气。陈雪来到了我身边，她脱下了护手，换上一身干练的作战服，手臂上是医疗兵的袖标，她的脸上不再有恐惧，只有平静和坚定。你当初是对的，她轻声说。光是活着还不够。我看着她，然后目光越过她，望向那片在夕阳下如同废铁般的城市街景。金色的余晖洒在我的身上，也洒在身后。那片紧张而有序的